如何去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1948年，意大利准备举行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大选，美国中情局成立才几个月，便接到一项新任务。彼时的 CIA 可以说非常稚嫩，流程没跑顺，专门负责大规模秘密行动的部门，甚至还没正式开工。而他们接到的新任务就是去影响意大利的选举走向。CIA 没有能力控制几千万意大利人，也不可能挨家挨户教他们怎么选，他采用的是一种更省力的办法。原本意大利人争论的是，二战后谁能恢复经济，谁能增加就业，谁能让这个刚从战争废墟里爬出来的国家重新过上安稳日子。CIA 和美国政府要做的是把这些复杂问题慢慢压缩成一个更吓人的选择，是哪一种选择可能让意大利失去援助、秩序和未来。因为让人喜欢一个政党很难，但让人害怕另一个政党通常快得多。1945年，二战结束，意大利旧体制垮台，工厂停工，粮食紧张，社会急着重建。这时，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两大左翼政党还能一起合作。1946年，意大利通过公投建立共和国，随后开始制定新宪法。国家框架有了，真正麻烦的问题才出现：经济由谁主导？土地怎么改革？工人利益怎么安排？意大利以后更靠近美国还是更靠近苏联？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直接关系每个阵营的未来。共同对手消失后，原来的合作也开始散架。随后，总理德加斯佩里重组政府，两大左翼政党退出内阁。昨天还在同一张桌上写宪法的人，今天已经坐到桌子两边，准备争夺国家方向。1948年4月，意大利将举行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大选。两大左翼政党组成联盟，在工人、工会和农村劳动者中拥有广泛支持，确实可能进入政府。这让华盛顿很紧张。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心，连接西欧、巴尔干、北非和中东，谁影响意大利，谁就等于在地中海门口多拿了一把钥匙。美国担心，一旦左翼政党联盟获胜，苏联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进入西欧，马歇尔援助计划也会受到冲击。于是美国决定不能只在场外等机票，公开的工作由白宫和国务院负责，不能公开摆上桌面的部分则交给刚成立不久的 CIA。 而 CIA 采取了3步行动。第一，给本土力量送钱。 CIA 通过秘密渠道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亲西方力量，用于组织、宣传和竞选活动，金额到底多少，至今没有完整账本，能确定的是规模达到数百万美元。第二，让意大利人自己说。 CIA 很清楚，美国人亲自上街教意大利人怎么爱意大利，画面多少有点穿帮，所以钱可以来自美国，面孔必须来自本地。政党、教会和社区组织负责把信息送进家庭、工厂和乡村。第三，把政策问题改成风险问题。原本大家争的是就业、土地和经济恢复，宣传不断强调的却是，如果左翼政党联盟获胜，援助会不会减少，生活会不会更难，国家会不会改变方向。不必让你喜欢亲西方阵营，只要让你越来越不敢选择左翼力量，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对于左翼，美国往后会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一场长期性的污名化，把寻求公平与分配的左翼力量逐渐让人去将其理解为是一群道德优越感爆棚、慷他人之慨、自己不担成本的伪君子、圣母心。往后美国对左翼的这种形象塑造很成功，甚至许多穷的就剩底裤的穷白人都在骂本该代表他们的左翼力量。就在美国对意大利亲美势力送钱又输送意识形态观念的同时，一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变化突然替 CIA 把所有警告都变成了现实画面。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联合政府，左翼主导力量是政府里的第一大势力，还掌握了内政部门和警察系统。其他中间派、民族派政党也在政府中任职。到了1948年2月，双方因为警察系统的人事安排发生冲突，12名非左翼部长集体辞职，本想逼总统重新组阁，结果却先把自己的位置空了出来。左翼主导力量迅速掌握关键部门，总统随后批准新内阁，其他政治力量很快失去空间。意大利当时也面临左翼联盟可能胜选，美国立刻把捷克事件包装成一份实景预告，今天通过选举进入政府，明天可能让你失去重新选择的机会。1948年4月18日，意大利大选开始，投票率超过 92%， 基督教民主党拿到约 48.5% 的选票，赢得议会多数，左翼政党联盟只有约 31%。但 CIA 的这次行动是在一个本来就右翼占据优势的国家行动，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推手。如果 CIA 要面对一个左翼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度，他们的手段就需要更加的高明。